老头闭上眼眸，双手叠加，法诀变化，那10个符人便如得到命令一般，同时掠入水中，不过瞬息之间便消失不见。很快，本平静的湖面如火山喷发，磅礴的水柱冲天而起，强大的涟漪更是蕴藏其中。老头察觉不对，赶忙带着楚风与赵老八向后飞掠，同时斩断了与那10个符人的联系。还是晚了一些，斩断之后，还是一口鲜血喷涌而出，甚至落地之时站都站不稳，直接趴在了地上。前辈见状，楚风与赵老八赶忙上前搀扶，但老头却摆手示意无碍，旋即便吞下几颗丹药，盘膝坐下进行调整。可楚风注意到赵老头吞服的丹药同样蕴藏血脉之力，并且是不同的血脉之力。前辈负伤，咱们2个境界太弱，帮不到他，还是让他自己安心调养吧。赵老八则是将楚风拉到了一旁，旋即道：看来那湖泊内是有很厉害的妖物，不然不可能连前辈如此厉害都会受伤。赵老八还看向楚风，楚风小友，你觉得我的分析是否可靠？应该准确。楚风心中无语，心想这不是明眼都看得出来的事情吗？还用得着你分析？我觉得那未必是唯一出路。你现在这里守着前辈，我去逛逛。赵老八说话间便打算御空而起，打算是寻找其他线索。可此时本在闭目调养的老头却忽然开口：此地凶险异常，还是先不要乱动，待得老夫恢复再观察不迟。老者说话的时候依旧闭着双眼，语气已是有些虚弱。前辈，那湖泊内的存在不会出来伤害我们吗？赵老八问道。老头没有回答，显然连多说话的力气都不愿意付出。为何如此？必然是伤势颇重。他嘴上说着没事，但刚刚的伤害绝对没那么简单。但在楚风来看，这未必是坏事，毕竟相比于此地，这老头同样很危险。楚风觉得不管这老头是不是远古种族，但绝对是邪门歪道，其身上的无辜性命应该背了不少。甚至楚风觉得那老头不让赵老八离开，就是害怕赵老八死了浪费掉，他应该是想把赵老八也炼化成那种特殊的精血。至于自己更危险了，王之血脉传承者，且得到了脉之本源，正常修武者都眼馋楚风体内的东西，何况是邪门歪道。楚风越想越后怕，神之时代的宝藏要先放一放，必须尽快摆脱这个老头才行。于是趁着老头养伤之际，楚风也是认真观察起来。很快发现线索就藏在那通天山峰之上。通天山峰之上并没有明确的符咒纹路，但是裂痕以及岩壁上的图案是能够组成符咒纹路的。先组成符咒纹路，再将符咒纹路正确排序，便能寻得线索。并且这不难看出，就连赵老八也是很快发现了这一点。但他并没有如楚风这般暗中观察，而是拉着楚风指着山峰：楚风小友，那山峰上有线索，咱们一起观察看看。好。楚风点头应下，一番观察，赵老八脸色都有些发白了。完蛋了，那湖泊竟是唯一出口，那我们岂不是只有死路一条了？楚风没有言语，而是继续观察。赵老八说的没错，那湖泊的确是唯一出口，但却只是通天山峰上给出的最表面的指引。山峰上面还有第2层指引，那是离开此地的方法。但不止如此，还有第3层指引，这层指引极其隐秘，正常来说很难看出。但楚风并未花费太久，便将第3层的内容全部找出，那竟是关于获得神之时代最终力量的方法。若要想获得神之时代最终力量，需要先开启一物，唯有开启此物，才能知道后续的正确方法。若不能开启此物，一切都是徒劳。或许能够在此地得到好处，但绝对无法得到神之时代最终力量。但此物是什么，并未说明，只是提示此物在神之时代的入口处。可是莫说结界隧道，结界门，楚风都有认真观察。这一路上，楚风基本没有错过什么，但并没有发现任何宝物。难道所说的入口并非位于丹田处的结界门，而是此地的入口是湖泊之中，或是藏匿在这个世界之内？楚风猜测，这个空间世界而言，湖泊内的可能性最大，毕竟机遇伴随凶险，那里的凶险可是连那天神老头都有些无可奈何的。但楚风觉得最有可能的是在小贝入口处，所以楚风改变了主意，他不打算继续深入，而是直接离开，从小贝入口重新进入。楚风的观察力很快便掌握了离开此地的阵法，只要布置完成就可离开，但不能表面布置，要于体内布置，所以这比较耗费时间。可就在楚风装作观察，但却准备于体内暗中布阵之际，忽然一阵香气扑来，原来是站在楚风身旁的赵老八从乾坤袋内掏出一只烧鸡，这烧鸡保存完好，香气四溢。赵老八扯下一只鸡腿递给楚风：楚风小友，相信我。一边吃一边观察，便不觉得累了。多谢前辈。楚风顺势接过，咬了一口，唉，还很别说，味道真不错。前辈做的？楚风问。不是，是我女儿做的。味道怎么样？赵老八问。人间美味，前辈女儿真是好厨艺啊。楚风道。是吧？但是我告诉你啊，楚风小友，我那姑娘不仅修武天赋极好，爱做美食，长得也是贼美，就是一点不好，太凶，我真怕她以后找不到男人。话到此处，赵老八眼前一亮：楚风小友，我将我女儿介绍给你吧。前辈，这不好吧？我把你当朋友，你想做我岳父？楚风开玩笑的说道，当然也在委婉拒绝。但赵老八却咧着大嘴笑道：我比你大，做你岳父怎么了？主要是你们郎才女貌，
真的般配啊！见赵老八似是认真的，楚风赶忙道：“前辈不妥，我有娘子了。”哎，这有什么的？你把你娘子休了不就得了？赵老八道：“这可不行。”楚风连忙拒绝：“哈哈，我开玩笑的，男子汉大丈夫，3妻4妾很正常，只要让我姑娘做大的就行了。”赵老八道：“那也不行。”楚风连连摇头，但赵老八却笑容不减：“哎呀，反正你们先认识认识嘛，我姑娘还未必看得上你呢。”楚风无语：“当然，你也未必看得上我姑娘。”赵老八哈哈笑着：“总之多个朋友多条路吗？真的，我这姑娘真的好看。”赵老八说话间放下烧鸡，还将手上的油在裤子上蹭了蹭，这才摸向乾坤袋，拿出一幅画卷。画卷打开，一位美女便映入眼帘。还真别说，她真没吹。画中女子穿着简单朴素，但依旧会让人眼前一亮。这完全得益于她那精致的五官以及曼妙的身姿。这赵老八女儿应该比较像她母亲，因为没有继承赵老八的5大3粗，是符合正常人审美的绝色美人，并且还是一个冰山美人。那冷冽无比、拒人于千里之外的神态，反而更能勾起人的兴趣。但有一点，她是像赵老八的，眉宇之间英气十足，认识一下可以，但只是交朋友，可不是相亲。楚风道：“行行行。”赵老八笑着点头：“前辈，你擅长结界之术吗？”楚风问：“当然。”赵老八面露得意，结界之力释放而出，这股结界之力让楚风眼前一亮。赵老八不仅是真神强者，结界之术竟也达到了1品真龙，原来前辈是全能啊！楚风感叹。其实他询问此事，是感觉赵老八这个人不坏，挺实诚的。但赵老八就算是真龙界灵师，也未必能够看穿那通天山峰的逃脱之法。所以楚风准备将这个方法告诉他，但现在不行，必须在自己将离开的阵法布置完成之后才能说。毕竟人心隔肚皮，若是现在就告诉了赵老八，赵老八又告诉了那老头，那老头可能将会直接原形毕露。楚风小友可有看出什么？就在此时，老头声音响起，他已走了过来，虽然脸色依旧难看，伤势未愈，但至少可以自由活动了。看出来了，湖泊是唯一出口，我们被困在这里了。楚风说道：“老八，你呢？”老头看向赵老八，与楚风小友相同，但我感觉还有第2层内容，目前还未看出。赵老八道：“无碍，交给老夫来看即可。”老头说话间也是将目光投向通天山峰，但观察一番后，老头却说：“不用再看了，那湖泊就是唯一出口，但这也许不准，我们还是观察一番。”老头说话间直接带着楚风与赵老八御空而起，开始观察着空间世界。但楚风却察觉到这老头是故意的，是有意，不是想让楚风与赵老八继续观察，是害怕楚风与赵老八观察出第2层的内容，得知离开此地的方法。此时楚风已将离开的阵法布置完成，意念之间可以离开此地。于是楚风暗中传音于赵老八：“前辈，和你说一件事，你不要声张，我感觉这位宋前辈不像是好人。你回想一下，他刚刚融入符人的精血，很可能是将人活生生炼化而成，而且我注意到他看我们的眼神不对，绝对图谋不轨。楚风小友，原来你察觉到了。其实我也察觉到了，但是咱们不是他对手，这可怎么办？咱们哥俩现在这不是狼入虎口了吗？”赵老八也是担心的说道。见他这样说，楚风倒也更加放心：“前辈莫慌，我已从那通天山峰中观察出离开的方法，我将这个阵法告诉你，你于体内布置好之后，我们一起揭穿他的真面目。”随后楚风便暗中传音的方式将那阵法告知了赵老八：“楚风小友，你当真名不虚传，我这堂堂真龙界灵师看不穿的东西，居然被你看出来了，太好了，这下能摆脱这个老魔头了。”赵老八喜出望外，凭借真龙界灵师的判断力，他判断出楚风交给他的阵法可行，于是赵老八也开始暗中布置阵法。这期间，宋老头当真在这个世界仔细搜寻，楚风也是认真观察。宋老头想找的应该是其他入口，或者说其他出口，而楚风想找的是那需提前开启之物，只是搜遍世界也未能搜到他们想要的东西。于是宋老头干脆飞落而下：“两位小友莫急，老夫有个方法可以离开此地。”老头此话说完，便拿出了100万张空白的符纸，他将符纸整齐地铺在地上。楚风小友，大事不妙，我感觉这老头是打算直接炼化咱俩了。看到那些符纸，赵老八暗中对楚风说道：“我看也像。”楚风道：“既然如此，干脆摊牌吧。”赵老八道：“前辈，离开的阵法您布置完了？”楚风问：“对，刚刚完成。”赵老八道：“前辈，莫要打草惊蛇，咱们直接催动阵法离开此地。”一同催动。楚风打算直接催动阵法离开，这老头可是天神境，境界差距太大，他也怕出岔子。好，咱们一起催动，我来数3个数，3、2、1，催动。赵老八话到此处，楚风便立刻催动阵法。只听轰的一声闷响，那阵法之力便自体内喷涌而出，磅礴的阵法之力如旋风一般将楚风缠绕。小鬼见此一幕，老头也是察觉不对，赶忙释放出武力以及结界之力，双重力量想要将楚风拦下。他不仅是天神境修武者，还是真龙界灵师，并且境界明显比赵老八要高得多，可是拦不住。倒不是楚风瞬息消失不见，而是此刻楚风周身缠绕的力量，使得老头的力量无法靠近。楚风也是直到此刻才意识到，这座阵法的力量如此强大，
只是可惜，在这阵法形成的同时，楚风也是被传送离开了此地。与此同时，赵老八的周身也是出现了这样的阵法力量。该死的！那老头面目狰狞，意识到自己上当了。楚风他们显然是掌握了离开此地的方法。老头，你以为我们看不出来你对我们心怀恶意吗？你以为就你聪明，实则就你最蠢！哈哈哈哈！赵老八一边大笑一边嘲讽，这更是将宋老头气得咬牙切齿，杀机四溢。但很快，赵老八周身的阵法力量竟然散去。见此一幕，宋老头赶忙释放武力与结界之力，双重力量将赵老八束缚住。眼见着束缚成功，宋老头也是大笑起来，但他笑得面容狰狞，满面阴狠，那个模样恨不得立刻将赵老八生吃活剥了一般。可面对这样可怕的宋老头，赵老八竟面色不改，反而讥讽一笑：“宋仙姬，你笑什么呢？”听闻此话一出，宋老头顿时神色一僵：“你叫我什么？你知道我是谁？天剑圣宫的叛徒吗？听你们公主说过。”赵老八说道：“你见过我们公主？你是什么人？”宋老头说话间，束缚住赵老八的力量快速收缩，他已不打算简单的控制住对方，是想严刑拷打，逼问对方身份了。可惊愕的发现，莫说结界之力，就连他那天神境的武力，竟都在赵老八周身停了下来，无法再度向前。赵老八擦了擦鼻子，龇牙笑道：“你真以为我是阵法没有布置好离开失败吗？你这老东西，胆大包天，竟将主意打到我的头上了！若不教训你一番，我怕我会睡不好啊！”听闻此话，宋老头身形一转，便消失在了此地。显然，宋老头察觉不妙，逃了。可见此情形，赵老八却丝毫不慌，反而嘴角笑容变得邪恶起来。